新老朋友大家好呀，欢迎来到小国工作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遗产 A 版舰队擎天柱的配件包，它由25个零件8根轴构成，组装完成以后一共是17个零件。好，我们看到近期官方的良心代表舰队擎天柱，这只玩具用料扎实，身上多处齿轮关节，变形思路简单，而且可玩性很高，可以跟车厢进行合体互动。如果没有入手的朋友，建议赶紧逮到一个好价就把它给带回家。但既然作为一个配件包视频，我们肯定还是要来找这只玩具的不足的。在我看来，这只玩具最大的毛病是它的身形有一点问题。如果大家看回到动画以及设定，就会发现擎天柱的身形并不是这种五短三粗的，它应该是属于比较高挑的那种日系动漫的那种感觉。确切来说，就是它的整个腿啊有点太短了。造成这个原因的罪魁祸首肯定还是成本。为什么呢？如果你要把这个腿拉长的话呢，势必会增加一节那个伸缩关节，加了伸缩关节成本就上去了。而你如果直接把腿做长呢，那在车型的时候，整个车的侧面是无法密合的，整个背面也是连不成一块的。它的整个腿就是整个车的后面这样一分开，就把整个腿的变形给做完了。所以我们感觉这只玩具拿到以后，这个裙架怎么这么长？其实做长确实是有它的一部分问题，但更主要的问题是它的腿太短了，导致中间的这个间距没拉开。而且这个成本的节约，它影响不仅局限在这个单体上。我们知道，这个擎天柱合体的时候，它单体的双脚会变成合体形态的双拳，所以导致合体擎天柱以后，它的双手是有一点短的，有一点赛博坦格里芬的感觉。另外，我找了一个单体人形的小毛病，也就是这4个螺丝孔。虽然它很深呢，但是你仔细看的话，还是能看到里面的螺丝的。在人物正面朝着我们的时候，这个螺丝孔直接暴露在面前，我总觉得这不是一个太好的设计，所以我在配件包里给它做了几个补丁，直接把这几个孔给堵了。再来就是车型有2个明显的问题，第一就是这一块车门被阉割掉了。我们看回动画的话会发现这里是一个正常的车门来的，并不是这个车型特别把这里给怎么样了一下，纯粹是为了变形把它阉割掉了。第二就是这2个拳头太过明显了，如果我们看到设定呢，这2个地方应该都是进气格栅来的。最后我们来看到合体形态，在这里必须再夸一下舰队擎天柱的良心，这只玩具打着手电筒从上往下这样子搜，最后也就脚尖这2个位置能够做一下偷窃的部件，其他的地方无从下手啊，它没有留下机会给我，感觉很久没有见到这种类型的玩具了。另外就是这一把大枪跟遗产飞天虎一样，虽然难以置信，但它真的就这么干了。当时觉得遗产飞天虎那个大剑在它大师形态下怎么也得有一个延伸剑或者是什么东西，要不然整个飞天虎拿着不就像把匕首一样吗？这个舰队擎天柱也是一样的情况，就单体擎天柱拿着这把枪很霸气威猛，但是一旦合体以后，这个枪就马上变成一个那种间谍手枪一样的东西了。所以我在配件包里给它做了一个延伸剑，能够让它变得更长一点，来配这个合体形态。OK， 接下来我们进行配件包的安装。我们还是从复杂一点的部分开始啊。这个配件包的安装需要替换掉原来的2个拳头以及大腿根部到膝盖之间的这一块零件，所以我们需要拆掉单侧这里2颗螺丝，这里1颗螺丝，这里3颗螺丝，也就是单侧6颗螺丝，总共要拆掉12颗螺丝。到这一步，我们先把整个的小腿给拿下来。大家记住这个位置啊，就待会儿装回去的时候原样返回就行了。这个齿轮它是齿面朝外朝上的，下面这个弹簧是放在内侧的。先放弹簧，然后放齿轮，齿轮的齿面朝外，然后到时候把它安装的时候挤到这个槽里面就定位 OK 了。然后我们拿出这3个零件，上面这2个零件是大腿根部到膝盖上面这一节一前一后2个盖子，下面这一个呢是膝盖。这2个零件是不分左右的，我们从配件包里掏出就各一个就行了。这个零件分左右，它在这个花纹面朝前的情况下呢，这个齿轮面要对准刚才的齿轮朝向，也就是刚才我们这个是它的右腿嘛，它的齿轮是朝着这个方向的，所以我们掏出这个零件呢，它装上去以后，在花纹朝前的时候，这个齿轮面跟这个齿轮面正好是能结合在一起的，通过这一点来区分它的左右。
这两个键在安装之前需要先区分一下它的上下走向。它现在面朝我们看到这个花纹是正确的，也就是这上面接的是擎天柱的身子，下面接的是腿。如果反过来的话就装不上去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背面呢，在它的下方都是有一条这个骨位的，这个骨位就是用来卡这个键上方的凸起的。等于说我们先把这个后键给它挂到那个擎天柱腿的冬菇头上去，然后呢再通过它本身凸起的这一条圈和这个骨位呢，把膝盖键卡在它上面，最后呢再把前盖封在前面，这样子3个键在一起包完一条腿。最后我们把开始那颗螺丝收进这个孔里，拧紧就大功告成了。在拧的过程中，大家请注意一下，这个键的两侧它是有这么一个缝隙的，但其实在里面这个键是完全顶死，然后那个螺丝的两个面呢是已经对到一起的。大家在拧的过程中不要去追求把这个缝隙弄到严丝合缝，完全没有啊，它这个打印键两侧是留了虚位的，如果你强行的往里面拼命拧的话呢，容易把这个打印键给崩断。拧到你感觉已经到底了，然后旋转这个腿呢，它已经紧实了，就已经是 OK 了。最后注意这个齿轮的朝向，我们开始说的这个零件选了齿轮对齿轮的这一面，把整个大腿外侧这样套上去，把齿轮压进去，然后把这个盖板盖回来，最后把螺丝重新装上就 OK 了。OK， 大功告成。接下来安装手部零件，这一侧对应的是右手，它下面的这个柱子要放到这个孔里面。装进去以后，把这个盖板直接扣上，顺便堵上4个螺丝孔，人形的单体就安装完了。最后安装脚掌填充件，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键是分左右的，这一个纹理对应的是右脚掌，另外一个就对应左脚掌，直接怼进去就行。好了，整个配件包除了大枪延伸件不需要安装以外，其他部分都已经安装完成。大枪延伸件在单体形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车厢拿出来，然后从履带这个位置把它打开，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空间，大枪延伸件平时就可以藏在这个里面，盖上，平时就可以收纳在这个位置。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安装完以后的效果。首先最明显的改动肯定是身形方面的，我们通过拉长这一部分，加大了裙甲和小腿之间的间距，使它们不再贴在一起。同时，因为大腿部分的加长，使整个腿部的比例在身形里面占比要扩大，使整个身材往高挑的方向上升了一级，变成了这个样子。虽然这个连接件并没有比原来长太多，虽然这个裙甲还是很长，但是只要我们打破原来的裙甲跟小腿之间的这个贴合关系，产生一个缝隙，让空气能够从这个地方进来，一下子就可以打破原来那种比较敦实、比较笨重的感觉，会让整个擎天柱的轻盈起来。另外，这个连接件和膝盖上面的细节纹理，在结构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尽量按照动画的造型来进行设计，使它加进去以后也不至于太违和。整体安装以后，可动跟原来是一样的，根部还是齿轮关节，可以平转，可以转漆，膝盖部分也是齿轮关节。接下来我们看到拳头，我们替换的这个拳头，因为这里有轴的结构呢，所以比原来的拳头在这个位置会多出一个方块，这导致的结果是这个拳头往内旋的时候，这个方块会顶到这个侧壁，使它往内旋的角度大概只有20度到30度的样子，不如原来的拳头。但是因为我们加了轴的结构呢，所以因祸得福，我们的拳头多了一个4指可动。这个可动给我们增加了一些原来没有的玩点，比如说跟道具的互动，我们还可以因此来实现名场面的复刻。
因为是轴结构，所以这个四指呢并不是特别的有力，这个旋转是比较松的。但是这个并不会影响我们对于原来这把枪的握势，因为我们握枪呢还是跟原来一样，靠的是里面这个 C 扣，还是可以牢实的握住这把枪。单体人形最后一个区别是这个位置，这个就是车型的门板了。它在人形的时候是扣在这个小臂内侧的，在我们旋转小臂的时候，它并不会随着小臂一起旋转，但是整个过程因为它一直贴合着，所以也不是太违和，我个人感觉还是能够接受。因为它变形要填满那个车门，所以它的这个尺寸必然是占据了这么大的空间，这导致它在人形的时候转动跟肩膀的这个位置会有一点干涉。如果你装了配件呢，这个位置在你转肩的时候是需要避位一下的，要不然很容易把这个小零件给它撞出来。其他地方都跟之前一样。我们来看到加入配件包以后变形步骤的变化。拳头的变形改成这样，先把整个拳头内旋90度，露出后侧的盖板，然后把这个盖板翻起来90度。我们可以看到盖板后侧是有一个顶位顶在这个孔里面的，当它翻开以后，4根手指的这个零件下方的阻碍就消失了，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手指摁下去，下陷到里面，然后这个盖板沿着滑槽滑到原来4根手指的这个位置，从后面滑到前面，然后再翻90度盖下去，形成一个进气格栅的结构。当你要变回拳头的时候也很简单，直接把盖板立起来，然后沿滑槽滑回原来盖板的位置，直接把它90度下翻压下去，这个柱子会直接从这个孔伸进去，然后顶到4根手指这个零件，把它给立起来，形成一个联动。就这样压下去，手指就复位了，再把拳头转回来，就可以往人形变化。我们再来看到腿部，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人形的时候腿要拉长，但是在车型的时候，为了让裙甲和小腿能够连成一片呢，这个腿是要收短到原来的位置的。我们具体的变化是这样，先把腿外旋90度，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膝盖键后面这个零件它是有2根长直边的，我们选一条直边往外顶，这个零件是可以顶出去的。顶出去以后把它直接拉到底，然后到底以后它就可以向下旋转90度，扣在这个位置。这个锁一解开以后呢，膝盖键就可以自由的旋转了。我们让整个小腿跟膝盖键一起上旋90度，回到刚才的位置。旋转到这个位置以后呢，里头的空隙正好对准，我们这个键就可以直接往里面收缩进去，变成这样一个长度，回到了原来的状态。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这些卡位都对准，把车尾拼出来就行了。所有盖板都密合以后呢，整个车尾就回到了原来的这一个长度。在腿收紧的时候，我们注意这个转了90度的膝盖键了，它应该是夹在大腿和小腿之间，它的这个直角边呢，正好被这个键给压住了，所以它虽然本身是可以旋转的，但现在它被固定在这个位置呢，它就转不动了。这样子在车尾推行的时候，这个零件就不会拖地，就不会掉下来，应该是在变完以后呢，它是能够固定住的，就像这样。当我们进行逆变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步是松开两侧的轮胎，然后第二步跟之前不同，我们直接把这个伸缩关节通过它伸缩，这样子拉开，解开这个地方的蓝色卡扣，不像原来那样子要借助韧性，现在我们借助这个错位，直接就可以把这个卡扣给避开了。然后我们再把两条腿打开，回到这个状态以后，外旋90度，然后把膝盖键转90度拉起来，整个再压下去，定位到腿上面的这个凹槽里面。 OK， 又重新把膝盖跟小腿键给锁在一起了，最后转回90度，变回人形的腿。在这里我需要说明一下，虽然这个键我在设计的时候给了它比较厚的壁厚，但是它毕竟还是打印键出身，所以大家在把玩这个变形的时候呢，在腿部变形的时候还是要尽量柔和，尽量小心一点，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后一个参与变形呢是车门的盖板，很简单，就把它往上旋转，转到大约这个角度它就转不动了，就是 OK 了。小臂还是一样，往上内旋90度，把它定位到这边。之后的步骤跟之前一样，把手臂合上去，对准卡槽。OK， 我们来看一下安装完以后的效果。第一就是侧面的这个车门，从开始的这个结构外露，变成了有一块红色的零件，使它的造型进行连续和填充。
第二就是上面比较显眼的这两个拳头，从后面看是这样，从上面看是这样，有点露馅。通过我们对这个拳头的替换，然后参与变形以后，现在从上面看是这样，从后面看是这样。做了一个进气格栅的这个纹理处理。最后来到合体形态，拳头还是保持山格的状态，然后呢，这个腿给它拉伸出来，把整个手臂变长一点。唯一需要注意的区别是这个车门键，在把手这样子折成这个角度以后呢，我们要把这个车门键收回来，这样子它才能在合到身体上以后呢，不会进行干涉。我们这样子把它旋转进去，车门键可以正好藏在身体跟拳头中间的这个凹槽里面。合体形态最大的变化当然就是双手的长度了，从原来的这么长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同右边的动画画面对比，我们可以看到擎天柱的手臂长度应该是要超出于裙甲，然后往膝盖方面要尽量的靠近的。通过手臂的加长呢，我们可以使擎天柱增加一丝灵活的感觉。合体形态的另一个变化就是脚掌填充件，还是一贯的设计方法。外露的部分是装甲，然后打开能够看到里面的这些结构的部分呢，画上线路，画上内构。最后是大枪延伸件，非常简单，直接插上去就行了。这里的这个斜面对准它上面的这个斜面，按这个方向直接按压进去，就延伸完成。前方还是留有官方特效件的搭载口，可以跟官方的特效件进行互动。我们来对比一下改装前和改装后的效果。好了，这就是雷霆擎天柱配件包的全部了，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个配件包再见，拜拜。